比亚迪海狮 Performance Sport 模式0到100， 100到0测试，3、2、1，走你！又见面了，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继比亚迪海豹推出1年之后啊，终于这个放大版的海狮也推出了啦。所以今晚我就要来试驾这辆比亚迪海狮。顺便带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关于这辆比亚迪海狮的一些资讯，还有我发现到的一些小细节。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新山的 Mid Valley BYD Showroom 借了我这辆海狮来试驾。这个 manager 真的是非常 steady 琐事丢给我，跟我讲来去试驾1个晚上。新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这个比亚迪的海洋系列，不管是海狮海豹Ultra 3等等有兴趣的话，你们不妨可以去到 Mid Valley 的 BYD Showroom 找他们了解看看哦。好了，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 这个比亚迪海狮的外观其实我有把这个海豹跟它放在一起来做一个对比啦。其实它们的设计上呢，其实大差不差啦，没有差太远。毕竟它也只是把这个海豹拿来放大版嘛。不过呢，这个海狮它的 LED 头灯，那2个 U 字形的 daylight 哇，一流看起来让这个头灯真的是非常炯炯有神，非常好看。再加上它整个的外形呢，是以 Coupe SUV 的 look 来做 design。哇，整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 sporty， 加上它的线条真的是非常的 sharp， 整个的外形设计我觉得非常的 OK。再来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寸的 rim 这个20寸的 rim 呢是在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才有的啦。这个 rim 的 design， 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看，非常的跟这个车型 match。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这个轮胎，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的这个海狮呢，它的轮胎是采用了 Michelin 的 Pilot Sport EV。这个轮胎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啦，大概是2100多块一条啦，所以4条的话大概就是8000块啦。再来就是，如果是说是 Premium 版的这个海狮的话，它的轮胎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采用了19寸的 rim， 但是前后的轮胎尺寸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那辆车呢，你无法做到 tire rotation。这一点来讲的话，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前后大小轮胎啦。当然，我也是有问过这个 SA 啦，这个 SA 跟我讲的理由是因为它后驱嘛，所以它就后尾胎比较大条咯。这样子是否可不可以之后换胎压的时候，把4条胎压都换成同一个尺寸呢？再就是在这个20寸 rim 里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红色的 brake caliper， 这个红色 brake caliper 呢，它是一个 4-port 的 brake caliper。我相信这辆车一定要用到 4-port caliper 啦，因为这辆车车重2.7吨，加上它的0-100加速4.5秒，因为用到这么好的 brake caliper 的话呢，很难让这辆车子停下来啦。然后不止这样，还可以看到它的 disc 盘哇，真的是非常的大个，重点是里面还有打洞，让这个 disc 盘可以做散热啦。当然，可能有人会问这样子 Premium 版本的这个海狮，它的 brake caliper是 4-port 吗？它也是 4-port 啦，只不过呢，它是没有喷红色啦。之后我相信有人可能买这个 Premium 版本的，会把这个 brake caliper 拿去喷红色啦，顺便粘一下什么APA Racing 什么Brembo 那个 sticker 下去是不是？我也发现到这个比亚迪海狮的前面 bonnet 呢，它是没有 wiper nozzle 那个喷水洞的，它把它 build 在哪里？它把它 build 在这个 wiper arm 里面了。而且不止这样虽然讲它是一辆 coupe SUV 啦，可是它后尾也是没有 wiper 的maybe 可能就是为了减低这个风阻系数啦，因此没有这个 wiper 啦这个是我猜的啦再就是这个海狮的后尾 tailgate 呢，也有做了一些 upgrade， 也就是呢，它增加了这个脚踢 kick sensor 的功能所以如果是说你以后大包小包的话呢也非常方便啦，你不用特地去伸手去开这个 tailgate， 你只要扫一脚就可以了。再来我还发现到这个车门哇，很重一下，很 solid。重点是虽然讲它很重可是它关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太大力看轻轻推一下，它就 OK 可以关了我没用太大力就关了OK 嘞，这个细节我觉得做得很好，真的这个车门很 solid， 我很喜欢。然后可能有人会问这个海狮这个 door handle 是采用了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嘛，会不会导致撞车的时候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无法开门？其实是可以开的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很电子化的东西。其实你只要轻轻的推旁边，然后把这个 door handle 拉出来，就会发现到有一个锁匙孔在这边了。所以呢，如果是说今天你的门这个隐藏式门把手 jam 掉的话，你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锁这个车门
这一次在这个充电的部分呢，这个海狮它也做了一些 upgrade， 可以看到它这边也是有这个 LED 的 indicator light 来告诉你现在这辆车子它是有多少 % 的电如果是满电的话呢，它会是3格的 LED light 啦。这一次这个海狮的 charging 不只是提升这个 indicator light 罢了啦。这一次这个海狮不管是 premium 还是 performance， 它的电池组呢都是采用了 82.5 kWh 的电池。再就是它们都可以支援150 kW 的 DC 快充，以及 AC 11 kW 的 AC 慢充。DC 快充来讲，150 kW 的 DC 快充从10% 充到80%大概需要半个小时。AC 慢充的话呢，如果是说从10% 充到100%，大概是需要7个小时半啦。这一次这个海狮的 interior 呢，哇，我觉得真的是 simple and luxury， 它没有太多的线条，但是整体的整个铺陈感，感觉上真的那种 luxury 的氛围感满满啊。而且这一个海狮整个的 interior 呢，不管是在中间的 center console 门板都好，它有 85% 呢都是采用了 soft dash 再加上呢它的 ambient light 也不会很夸张只不过如果是我的话啦，我会把这一个板的这个刚刚关掉了，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不太好看如果是说这边可以加多一个荧幕会更加的好，这边一个荧幕，这边一个荧幕S。再就是这一次的海狮呢，它的前座的 driver seat 呢也有做了一些升级，除了这个前后椅背的这个倾斜角度然后那个 lumbar support 这一次还增加了这个腿托，因此这一个腿托功能我觉得非常的好，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把我的大腿支撑着，哇，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棒再加上呢，这个椅子坐起来哇很舒服，真的是爽。除了这个前座的椅子之外这次海狮呢，它的全景天窗也是有一个升级。之前海豹的呢是需要手动用一个布把盖着的嘛，而海狮呢这一次它有这个自动的这个帘，让你 automatic 的，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再是这个海狮的后座乘坐感呢，哇，真的是非常的棒空间真的非常的宽广。这一点来讲的话呢 ，SUV 真是 SUV 这个空间的制造呢，真的是 sedan 车比不到啦。这个比亚迪海狮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它的底盘结构。它的这个底盘呢，也是和海豹一样，采用了 ePlatform 3.0 制造出来的啦，加上它有这个 seal to body 的结构。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 seal to body 这点来讲，我就要老话重谈一下啦。这个 seal to body 的结构呢，也就是把这个电池组融为底盘的一部分。怎样讲呢？现在我们踩着这个地台其实就是电池组的上盖。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塞入更加多电池，然后可以增加续航。再来是这个车子结构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硬 ，handling 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就是 seal to body 的一些大致介绍啦。当然，这个 seal to body 呢，也不只是这个 BYD 有啦，像 Tesla 还有其他的也有相同的这种结构，但是它们只是摆放方式不一样罢了。至于海狮的第二个特点，也就是 FSD Absorber， 也就是可变阻尼减震器。简单来讲就是 Absorber 里面有一个 valve， 它会根据路面的信息情况来控制 Absorber 的阻尼程度。当然，你直接切换成 Sport 模式或者是 Normal 模式，它也会跟着自动调整 Absorber 的硬软程度。首先第一个我实验测试了这个 Mid Valley 的3连减速 Hum确实在 Normal 模式过这个 Hum 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舒服，没有那么跳。一切成 Sport 模式过这个3连减速 Hum 的时候哇，真的跳到会震到脊椎，很有感再来我也测试了这个大型的 Roundabout 啦。在 Normal 模式以60 km/h 的时速绕着这个 Roundabout 走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个海狮的 body roll 非常的明显，会有一种那个人要被抛出去的感觉当一切换成 Sport 模式的时候，那种要被抛出去的感觉就没有了。body roll 呢确实很明显的减少，而且可以很有 confident 的顶着这个电门绕着这个 Roundabout 走当然这个功能呢也不只是海狮有的啦，这个海豹呢也有这个功能。但是海豹因为 sedan 的关系，所以这个感觉呢就没有像 SUV 的海狮来得明显啦。OK， 我们切换成 Sport 模式，然后一脚地板油下去。那种感觉就像有人在你前面把你推向椅子，靠在椅子那样子。整个的贴背感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十足的贴背感，哇！你看，我可以这样子以一个130多速度，这样子在一个很 curve 的弯，这样子顶着电门还可以去，可想而知这一辆车子，它的下面这个底盘是有多么的扎实。
其实我对 SUV 哦是没有太过喜欢啊，我对 SUV 可能没有太过觉得 SUV 块头很大，然后操控性没有很好，感觉上比较笨重。但是这辆车有点颠覆了我的对 SUV 的看法。你不会觉得很害怕，好像这辆车要汪这样子，不会。你可以很有 confidence 去驾驭这辆车。它是一辆可以让你平时想要快又可以快，想要稳又可以稳的一辆 SUV。可以很明显的听到这边那个风噪，确实比较明显。虽然讲它用了 double layer 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 side mirror 跟那一个连接处，它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缝的关系啊，造成了可能那边风从那边过咯，就变成那个声音会比较明显。我也发现到了，这辆车它的电门踏板啊，在 normal 模式的时候，如果你顶着大概是10% 的话呢，它的动力输出啊是线性的，是顺的，不会让你觉得那种有很爆冲的感觉。但是如果今天你把你的那个踏板踩到30% 的时候呢，它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它整个的加速感，突然会往上蹭这样子。OK， 现在我是10% 了啊，我踩30%。OK， 你就会 feel 到，normal 模式也会有那种一点点稍微的贴背感，那种冲的感觉。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平常在驾车的时候啊，如果是说你要比较以一个省电的方法去驾这辆车，其实你只要轻点这个电门踏板就可以了。这种 cornering 十水啊，2.7吨重的一辆车，但是 handling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一下的。看，轻轻摆 steering 指哪打哪的，虚位很少。即使是啊，这个路面呢，它比较颠簸，你跑快跑到现在我现在一个100、120的速度，我也不会觉得好像有在坐船的感觉，会有那种很像浮浮沉沉的感觉。确实，真的，这个修图 body 这个大电池压在下面就是压在下面，那个重量在那边。然后我发现到这个 steering 它很小个，是我喜欢的手感。海豹的好像比较大个，这个 steering 比较小个。虽然讲这次它是用了这个4辐式 design 啊，这个 design 啊，我觉得有点像八爪鱼啊。但是这个 steering 手感我喜欢，够小个。好，终于来到了本期视频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也就是0到100、100到0的测试啊！毕竟借了这辆车可以体验1晚嘛，怎么可以不做这个测试呢？当然这样 performance 版本的海狮它0到100只需要4.5秒，这样子它100到0需要多少秒？就让我们拭目以待。OK， 切换成 Sport 模式，比亚迪海狮 Performance Sport 模式0到100、100到0测试，3、2、1，走你！哎呦，我要坐飞机这样走，我头100。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那个 ABS 在做工，一脚踩下去那个 brake 的时候，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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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停下来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啦。然后重点是，当那个一脚电门下去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到那个车头整个是 pick up 上来的，那个感觉就好像在飞机起飞这样的感觉。这个东西呢，不可以时常体验的，会头晕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亚迪海狮它的承载能力如何哈。可以看到这边呢，我塞了一个大型的行李箱，这个大概是有个40寸啊，然后3个20寸的行李箱，加上一个手提袋。在这边呢还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塞一个手提袋，这样子的方式呢，这样子的摆法啊，算是我找到一个最优的摆法啦。所以这个比亚迪海狮它的承载能力，我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好，测试完了这个行李箱过后，我们来看一下 Golf Bag 是否可以放进这个海狮的尾箱空间里面吗 ？OK，Golf Bag 没有啦 ，Golf 杆就有一只，里面最长的那一只，可以看到横向空间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横放进去的啦，所以你需要把你的 Golf Bag 这样子斜怼进去，再把前面的这个椅子它的椅背倾角度调前一点。你才可以完美的把你的 Golf Bag 放进去啊，
毕竟这个 Golf Bag 呢，它是有这个底座的，它会比这个杆来的长，但是你左右的空间就可能就没有这么美咯，你的空间就可能稍微要牺牲点啦。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这辆比亚迪海狮的全部内容好啦。不知道你们觉得今天内容如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当然有机会的话呢，我也会跟这个 showroom 借这辆比亚迪海狮来体验看看一下，把它从新山驾到 KL， 再从 KL 驾回来新山，来测试看一下它的电耗表现如何，再来发现一下看一下这辆车还有些什么优缺点嘛。所以对以上内容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我频道哦。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不会错过关于这辆比亚迪海狮更加多的内容好啦。好了，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